在野外抓到一只乌龟，你会怎么吃？像这么大的一只，当然是要整个放进炭火中高温烤上1个小时，然后再挤点柚子汁，那样才能吃出乌龟的精髓。本期贝爷来到了佛罗里达的大沼泽，在这里有着最原始的森林和沼泽地，其中还栖息着100多万条短吻鳄。面对如此凶险的环境，看贝爷是怎样求生的。等到达目标点后，贝爷依靠着绳索快速滑了下去，刚落地他就感受到了沼泽的恐怖。四周寂静无声，水面上还都是浮漂，至于水下，那就更看不清楚有什么了，就算藏下一条鳄鱼都发现不了。因此赤手空拳的行走实在没有安全感。贝爷打算做一件武器来防身，而这棵小白蜡树就很适合当棍子用，它不仅可以增加攻击范围，同时还可以用来探路。走在这种地方，是个人都成了路痴，任何方向看上去都长得一模一样。所以贝爷想要爬上这棵12米高的树来寻找离开沼泽的路地，但是这棵树又细又高，表面还光秃秃的，想要徒手爬上去很难。于是贝爷解开了2只脚的鞋带绑在一起，打算利用绳圈接触树干时的摩擦力带着自己往上爬。不过要注意的是，利用这方法爬树一定要保持冷静，不要图快，要借用腿部的力量往上面蹬。在爬到树顶后，贝爷已经累得气喘吁吁，随着他的动作，整个树还一晃一晃的。等到放眼望去，全都是密密麻麻的树木，周围除了沼泽还是沼泽。贝爷只好从树上下来，利用其他方法辨别方向。在沼泽中，内陆的地势会比较高，而内陆是在西边，所以贝爷打算利用手表和太阳来当做指南针，把时针对准太阳，在他和12点的正中间就是南方，因此很快就确定了方向。突然贝爷看到前方的水面有气泡冒出，吓得他一个箭步就跳到了树上。因为不清楚水底是不是鳄鱼，保险起见，贝爷选择了绕开它。没走一会儿，视野就开阔了起来，可前方却被一条河拦住了去路。更糟糕的是，水里还有一条鳄鱼露出头在晒太阳。像这种情况可不能硬刚，贝爷准备换个地方渡河，正好前面有一棵倾斜到对岸的树。看来今天的贝爷不是在爬树，就是在爬树的路上。贝爷依靠双腿的力量把自己往上推，随着爬得越高，树干就越细，因此要更加小心，不然一个脚滑掉下去，就成了底下鳄鱼的盘中餐了。等爬到树干的交叉处时，贝爷依靠双手的力量荡到了另一棵树上，最终有惊无险地到达了对岸。此时天色已经渐黑，得要尽快找个地方扎营。要想在沼泽地找个地方睡一觉可不容易，贝爷千挑万选，这棵分叉的白蜡树正中下怀，他打算在上面搭建一个平台来让自己远离水面。而这棵白蜡树还有一个好处，那就是上面有很多藤蔓，这正好可以用来捆绑固定在树干上的框架。接着贝爷再找来一些长树枝搭在框架上，没一会一个睡觉的平台就做好了。随后他又找来了一些棕榈叶当床垫，现在住的地方是有了，还要想办法生堆火才行。火不仅可以让自己保持干燥，也能驱离一些野外的危险。贝爷取下了一大把棕榈树中的绒毛当做引火物，可沼泽中到处都是水，贝爷只好先挖出一些湿泥铺在平台上当做篝火的底座，然后再拿出打火石轻轻一擦，火星就点燃了引火物。随着篝火烧得越来越旺，贝爷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掉鞋袜，释放泡在水里一整天的脚。受凉受潮很容易患上战壕组，让你的皮肤不断脱落，甚至还会有感染的风险，因此必须尽快把脚给烘干。第二天刚起床，贝爷就感觉到了饥渴，但是沼泽的水里充满枯枝烂叶，不用看就知道不能直接喝。贝爷打算先利用外套过滤仪，可以清楚地看到流出来的水已经变得十分清澈了。最后贝爷打开衣服一看，里面果然全是各种垃圾和浮漂。虽说经过过滤的水看起来很干净，但里面仍然含有寄生虫和细菌，所以他准备先把水放在篝火上煮开，补充完水分，贝爷拿上东西继续出发。在这种地方行走非常的耗费体力，很快他就感觉到了饥饿，但好在这里到处都是枯木，而枯木中就寄居着很多的昆虫。贝爷把枯木往外移倒，很多木匠蚁的幼虫争先恐后的掉了出来，直接接了满满一手，然后放进嘴里一口干掉。好家伙，味道还真不错，酸臭味加上一些沙粒，让贝爷不禁皱起了眉头。但好在幼虫的蛋白质是牛肉的4倍，并且很容易找到。等离开沼泽后，眼前出现了一条河流，这要是以往的话，贝爷肯定会顺着河流往下游走，但今天他还是坚持自己的原计划往西前进。为了防止过河时会有鳄鱼，贝爷打算顺着河道来观察一下情况。可还没走几步，他就发现草丛中有一条成年短吻鳄在晒太阳，奈何在这里鳄鱼是保护动物，贝爷只好赶紧招呼摄影师悻悻离去。突然前方的湿地里有什么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，只见贝爷鬼鬼祟祟的在警惕着什么东西，下一秒就有一条小鳄鱼出现在了他的手中。这条小鳄鱼看起来只有2、3岁大，贝爷死死地扼住了它命运的喉咙。小鳄鱼张大嘴巴苦苦挣扎，当然它也是保护动物，但是经过贝爷的这一番洗礼，小鳄鱼将来注定会成为这片沼泽地的一哥。再经过一路的查看，这里是贝爷能找到最窄的河道了，并且还能清楚地看清水面的情况。由于鳄鱼在水底最多可以潜伏45分钟，所以为了安全起见，贝爷打算观察1个小时再渡河。1个小时后，没有发现鳄鱼的任何迹象，贝爷这才小心翼翼地走入水中。保险起见，他还把小刀握在了手里，然后就潜入水中，快速地朝着对岸游去。等上岸后，贝爷提着的心总算是放了下来。在鳄鱼出没的河里游泳，他还是第一次，真是紧张的不行。又走了大半天，贝爷终于脱离了水域，进入了树林。
并且在地上还发现了动物的足迹。既然有动物的足迹，那么这也就意味着食物，所以他准备顺着足迹前进。很快，贝爷就在地上看到了葡萄柚，同时树上还有很多。眼看天色渐黑，他打算在这里搭建营地休息一晚。而眼前的这根树枝正好可以用来当做庇护所的横梁，只需要在两边搭上树枝，就可以形成一个牢固的 I 字形庇护所。接着再铺上一些棕榈叶，用来遮风挡雨。一早醒来，贝爷拿着木棍，雄赳赳气昂昂地出发了，准备寻找一些食物来填饱肚子。很快他就抓到了一只大彩龟，这种乌龟的肉非常的好吃，并且富含蛋白质和矿物质，简直就是野外大餐。等回到营地，贝爷打算吃个炭烤乌龟，随即便直接把它扔到了火里烤。乌龟的壳和压力锅的原理差不多，像这么大的一只，只需烤上1个小时就能成熟。眼看时间差不多了，贝爷利用树枝夹出乌龟，再用小刀敲掉变脆的外壳，很快里面的肉就露了出来。接着割出一块放到嘴里，这味道简直太棒了，吃起来很像鸡肉。为了提升口感，贝爷还挤了点柚子汁在上面。乌龟的肉香混合着柚子的酸甜，味道简直是一绝。吃饱喝足的贝爷再次踏上了旅程。在树上，他发现了一个黑熊拍出来的爪印，看深度足以说明黑熊的个头有多大，同时这也意味着接下来的路得要时刻小心了。不过好在一路上有惊无险，走出树林后，一条公路赫然出现在了眼前。重回文明世界的贝爷终于可以回家了。